今天呢是中日对抗赛，对方了，有比妖刀魏睿还要凶猛的中国小伙横空出世，凶悍的拳法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般精准，只要被他的重拳命中，不是躺尸擂台就是在擂台上呼呼大睡。犀利且刁钻的腿法更是让无数对手闻风丧胆，只要被他的腿法击中，不是被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打得怀疑人生。他就是拳脚膝全面战术打法精湛的王志伟。在中国能与妖刀魏睿媲美的中国选手并不多，中国小伙王志伟算是其中一位。就连死神方便与坦克邱建良都对王志伟赞誉有加，其实力自然不容小觑。首先大家看到的是王志伟迎战日本踢拳名将东本洋贵，结果一开始就给大家来了一个开幕雷击，被踢裆的东本洋贵直接四肢朝地撅个大腚，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家伙有什么动物疾病呢。看来这一脚不是王志伟故意的，要是故意而为之的话，东本洋贵绝对已经躺担架上被抬了下去。是空手道选手，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训练体系的。目前东本洋贵是跟一位很知名的叫伊泽波人是同团队的，是 Always 团队，训练做得很足。然后呢，师兄弟呢互相平时对打就是以 KO 对手为目标，都是下手非常的狠的。在底下对打的时候就是以 KO 为目的。对，重新站起来的东本洋贵貌似有点狠，不过这些三脚猫功夫在王志伟面前根本不显眼。在王志伟所迎战的日本选手当中，东本洋贵算是资历比较小的一位选手。来自东北的王志伟内心民族情节非常沉重，曾立下誓言一定会在中国的土地上随机打死一位日本人。看王志伟这个誓言在今天能否兑现，而且是反架的。然后呢，我们东本洋贵还有上下两段的一个后扫踢，所以呢你不容易判断。刚才的后中扫非常重啊，是王志伟不能放松，还要紧张起来。对方拳跟这个腿都很重，双方现在其实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是并不是特别重啊。好，底膝没有顶正。现在是李阳娇一推开，还好，要小心，对方推你就要做动作了。是王志伟还要灵活起来。是整个拼拳，但是刚好被躲掉了，是太可惜了。嘻嘻哈哈的日本选手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王志伟只是一个简单的前手刺拳，就打了日本选手一个踉跄。迅速起身的日本选手急忙向裁判表示自己没问题。王志伟这一个刺拳就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被击倒的日本选手内心非常愤怒，直接冲进王志伟内围主动做动作，力量蛮大。是他每天都在做的深蹲这些力量训练王志伟想打迎击，对方是做防反，两个人斗智。是注意迎击顶膝迎击。对，就这个顶膝是王志伟的膝法好几种线路还会双飞膝，有时候是改变一下路线，跟改变一下高度，还有改变一下时机。其实对方的这个第二次的膝法，这是王志伟的这个特点，就是拳接膝。对，而且膝的路线非常的多对方报价下来了，有漏洞了，其实对，可以注意迎击，转身，其实可以跟个后边拳嘛。是王志伟根本就没把眼前这个小日本放在眼里。刺激日本选手出拳的同时，王志伟则是在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一拳将其放倒。被击倒的日本选手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读秒的命运。电解人是你来呀！对，其实前百拳已经准备好了。这次王志伟真的打得非常聪明了。王志伟今天非常的自信，是他是故意耍对方好的，王志伟抓住机会。最终王志伟用钢铁般的拳头打翻了对手，日本选手直接就趴在了解说席上，台下的解说老师当时就不镇定了，裁判也是象征性读了几声秒，结果日本选手还是没能抢救回来，最终王志伟获得了比赛胜利，利用乱拳将日本选手打回了属于他的小岛上。刚获得比赛胜利没几天的王志伟就遭到了挑战王志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称比波球还要强的日本武士。这家伙估计连波球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敢自称比波球还要强。不得不说日本选手的出场曲是真牛，听起来就跟家里办白事似的。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王志伟是如何暴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选手的。
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日本选手叫中村圭佑，绰号野山狼王。为何称他为野山狼王呢？那是因为中村圭佑常年在深山训练，所以被全米粉丝称之为是野山狼王。反观王志伟，可不管他是什么阿猫阿狗，只要是日本人，王志伟就会挥发出全力来对付这个小日本。打得非常冲，非常冲，拳法好。蔡先生也是从这个辽宁队退役，现在练自由搏击。那今天的开局看到志伟的身高要高于对手，所以他想通过低扫，他也肯定注意到对方的这个腿部，这肌肉好像不是很发达呀。这肯定是个破绽。现在这个中村圭佑，他是一种这种试探性的一种进攻，试探性的。那么王志伟也没有冲着打，也是这种试探。你要给我机会，在这个我再听进去，看转身后天地，转身边拳。在1月1号中美拳王争霸赛的时候，王志伟就是利用转身的边拳 KO 了对手。虽然中村圭佑年龄比较大，比赛经验比较丰富，但在东北人面前，日本人显得特别渺小。要是说暴揍日本人的资格，东北3省绝对排名第一。战术打法精湛老练的日本选手本想压制王志伟，没想到却被王志伟反压制，被加大这个击打的力量，漂亮。要王志伟左右的摆拳啊！这场比赛有看吗？这我对志伟很有信心。哎，这个低扫有点分量，这个中山圭佑的，因为这个王志伟拳法，哎呦，拳法好，再来，连贯动作漂亮，左右摆拳，后肢连硬跟上了王志伟，哎呀，这个变节奏就错了，对，刚才一猛来接着一直拳过去。我们也听到这个王志伟的教练张涛告诉这个王志伟稳住稳住。不管日本选手做什么限制动作或者是防守动作，都无法阻止王志伟对中村圭佑发起猛攻。连续的拳脚进攻打得中村圭佑不得不往后撤退。再这样打下去，中村圭佑绝对会变成中村连种。不过日本选手的抗击打程度也是出乎人的意料，王志伟打出的拳脚进攻根本就对中村圭佑造成不了什么太大的影响。冷拳，主线不多，就打2拳，转身后蹬，漂亮，这第4次了。力量很大，但是好像没有对手也没太受什么影响，我感觉啊。对。因为像这个转身的边拳是在什么情况下你用最为出色？就是在拳腿组合的情况下，突然的一击，这很容易 KO 对手。如果对方都有这种防守能力的情况下，你用这种战术想 KO 对手就很难。这双方在第1回合的精彩动作回放，我们看到这个中村圭佑的第3腿的能力很强的。下颚了，注意点拿口。讲老实话，这第4场我看着打得挺好看，但是担心不多了。前2局就是我觉得好看，但是担心多了点。这我觉得这个志伟这一场应该能够拿下来啊。这是短裤的绳子出来了啊。第2回合开始了，王志伟看见眼前这个小日本就来气，一个好好的男生非要扎一个头发辫子，扎辫子也就算了，偏偏还是一个日本人。持续跟进日本选手步伐的王志伟，随时随地都可以对中村圭佑发起猛攻。不过中村圭佑可不是什么善茬，毕竟是日本选手特聘的踢拳高手，专门负责迎战那些比较棘手的中国选手。这种状态打的就很好了。现在看啊，中村圭佑这个气势也给他说带下来啊。就王志伟这种打法，现在中村圭佑也害怕。他说：“你来，没事，打他踢他，没事。”
这是挑衅对方。对，这也是，哎呀，漂亮，但是距离不够，距离感控制不好。对，但这思路是对的。我觉得王志伟还要把组合拳打出来，这是全局的组合，不是光。王志伟的进攻攻势越来越凶猛，反观中村圭佑挨到的打则是越来越多。要是换成他人，王志伟的对手早就被打成了一坨烂泥。幸亏中村圭佑抗击打能力比较强，不然早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是点击，这是点击啊，控制一下距离。之所以王志伟的教练张涛说稳住稳住，因为他比赛经验少，一打他把打乱了，一打乱就给中村圭佑有机会了。哎，这个转身后蹬是对的，再来，漂亮，来对了，这个不要打，这有点后直拳打了，对方抱住了。还没打过瘾的王志伟一点都不甘心，裁判看到中村圭佑脸上全是血渍，不得不暂停比赛，给中村圭佑处理一下伤口。迷宫被打开的日本选手貌似很是不服气，看来还是王志伟打得太轻了，赶快处理一下。从体力上来讲的话，目前为止志伟的体力20岁，年轻体盛啊，对方28岁，体力上可能有些吃亏啊。这就是两记后蹬之后摆拳，然后冲上来头撞到了这个中川圭佑的这个眉骨上，没事，处理完还能继续比赛没关系。但对中川圭佑来说是一个心理上的打击。没错。不用包，因为在比赛里面是不允许进行包扎比赛的。这是 K1 的规则。对，这只能是用一个凡士林指压法。如果没办法指压的话，那么就取消比赛了，就终止比赛。现在我们看那技术舰队上去了啊。估计应该问题不大。凡士林啊，你听着，凡士林要用指压法压住他。对。如果哎呦，这个口子挺大的。对呀。但我估计再坚持一会儿就终止比赛了，终止比赛了。终止比赛了。王志伟就兴奋了，我只要照着你伤口我就打。对，连续2记直拳，鲜血直流，影响了比赛，就终止比赛了。没错，因为那个位置非常容易打开，影响他的视线。来，我们哎呦，看这日本选手继续带伤上来了。中村圭佑这个小家伙还挺顽强，虽然眉弓被打开了一道口子，但还是选择屹立在擂台之上与王志伟进行对峙。身为日本武士，就要在擂台上站至最后一刻，就算被打昏迷，那也要爬起来与王志伟决一死战。不过王志伟根本就不会给中村圭佑昏迷的机会，除非裁判介入，不然王志伟绝对会打死中村圭佑，完成赛前誓言。中村圭佑，我们说这就是人给出流血之后打脑了，把你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这时候王志伟叫稳一下，用腿把控制要再稳一点，再抓机会。这种情况之下，日本选手继续选择在场上战斗，这也是一个职业拳者的一个素养，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表达敬意啊！漂亮，这转正边线，这也是今天王志伟很顽强比赛里面第7次了。你看现在中村圭佑了，鲜血直流，但是他依然坚持比赛。要正常情况应该放弃比赛，但他还要坚持，这说经验。这是王志伟占一定的优势，而对方已经挂彩了。希望王志伟这上面拿下来，中日双方2比2，打成2比2就好看。第3回合开始了，中村圭佑依然还在苦苦支撑，看来王志伟还是没有用尽全力。生气的王志伟开始对中村圭佑发起大举进攻，就算中村圭佑是个大铁块，那也应该凹进去了一块。哎呦，真的还不错啊，中村圭佑。这时候不要跟对方拼，要再来。对，我游走着打，害怕了吧？这就是冷拳，2记冷拳，中村圭佑害怕了。再来第3，
哎，他好像也熟悉了这个志伟的套路了啊。他看这种拳是最难防的。我想通过今天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认识了王志伟的转身的边拳动作，啊，潇洒凌厉啊！对，漂亮，再来。中村圭佑已经丧失了理智，对王志伟发起的进攻根本就不会做防守。再这样打下去，中村圭佑的大脑绝对会受到损伤。注意到，哎，志伟这要控制呀，控制呀，控制呀，控制一下，控制呀，体力上，体力问题了。日本抛锚，最终教练团队扔出了白毛巾认输投降。他们内心非常明白，再这样打下去，中村圭佑绝对就被打成脑震荡，很有可能会被王志伟打死在擂台上。大家感觉王志伟打得解气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王志伟的硬气。